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夏禾夏叔。刚刚您看到的这个影片呢，是中国著名舞蹈家金星女士率领她自己的现代舞团，在今年的1月13号，中国山西省太原市的大剧院演出时，台下有一名观众举起了象征着 LGBT 少数群体的彩虹旗帜。那么金星也是作为一个少数群体中的一员。看到了这样的画面之后，就把这面旗帜接了过来，于是乎站上了舞台，打开了这一面属于我们少数性群体专有的彩虹旗帜。这本是一件勇敢而美好的事情，它值得这个世界上所有具备普世价值观的人为金星点一个大大的赞。可正是因为金星这次勇敢的举动，给金星日后的公关危机埋下了深深的伏笔。由于本频道的订阅用户有超过90%来自中国大陆地区以外的朋友们，那么叔在这里就用简短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金星女士到底是何许人也。金星女士年轻的时候是一位金星男士，她曾经工作的地方是中国的军区文工团。在年轻的时候，她有机会走出了国门，看到了世界自由、文明与艺术。她深受感染，并且回国以后做出一个非常大胆的举措，也是她这一生最重要的标签，就是变性手术。金星女士做这样的人生选择，发生在上世纪的90年代。我们都知道，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还没有来到中国，中国是一个相对民风比较保守的社会，人们获取信息的资源主要来自于传统媒体。那么可以想象，当时的主流媒体报道了金星由男士变成女士的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一时间轰动全国。从此也就拉开了金星小姐注定不平凡的传奇一生。那么为什么金星本身深耕的领域是现代舞？那么作为一个中国著名的舞蹈家，她为什么在社会公共议题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经常一时掀起千层浪呢？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一提金星这个人的性格。金星呢是一个东北人，非常的豪爽泼辣。他曾经有一句名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礼让3分；人再犯我，斩草除根。可见他这种睚眦必报的性格，就使得他是一个很敢讲话、很爱打抱不平，甚至有的时候会表现出一些极端的人。那么也正是因为金星这种火辣的性格、火爆的脾气，才使得曾经在中国流行各种选秀比赛的时候，很多电视台为了追求娱乐效果，就请金星来当评委。那么在金星当评委的那些年里面，金星也确实是妙语连珠，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话题引爆点。有的时候金星口无遮拦，嘴如连环炮一般，对某些人发起了猛攻的时候，确实让相当一部分的观众感觉到十分的爽快。当然也有一部分观众表示不能够接受。那么我个人对于金星进入了综艺娱乐时代以后的职业表现，谈不上喜欢，但也谈不上讨厌。为什么呢？第一，我是欣赏金星的，我欣赏金星的勇敢，也欣赏金星的个性。金星一生传奇的故事，也确实是中国少数性群体的一道丰碑，一个楷模。但是金星作为一个娱乐工作的从业者，作为一个知名的点评人、主持人、大众评委，那么有的时候他的价值观，我个人认为是不太先进，甚至带着一些迂腐的传统思想的。比如他曾经在上海卫视长期主持一个节目，叫做《金星秀》。那么在这个节目里面，他有一个非常让我不舒服的 slogan， 就是他不停地劝来的明星嘉宾生孩子。我没有想自己生哎，那不好，不好吗？那不好，这个姐姐要劝你，是吗？你一定要自己生，然后你这个女人才会更饱满。你就差这一下子。我还不太了解这方面，我一直都觉得好可怕。不可怕，什么可怕？怎么可怕呢？给你的功能你不用的话，你干嘛呢？对吧？所以很多女孩子。很多女人就什么到了年纪后，一会儿乳腺癌了，一会儿怎么地了，是该生孩子不生孩子，该喂孩子不喂孩子，全毒死了呀！啊，是这样子啊。对呀，自己生完孩子以后，你才知道为什么母亲要付出。母性的伟大才能充分完全的点燃。你不生完了以后吧，不行，还差那一点点。对，说的好像您都生过一样。
坦白说，确实有一部分嘉宾跟金星有着相同的价值观，认为金星所谓的生孩子只是一种善意的祝福，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演艺人士，他们明显感受到了一阵阵的尴尬。综上所述，仅仅是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对于金星女士的一个个人感受而已。但是大体上来看的话，我是非常的欣赏金星的，因为人无完人。就是金星作为一个主持人，她的专业素质我是质疑的，甚至我不太喜欢。但是金星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性少数群体，作为一个今天100%意义上的女人，我为金星勇敢而果决的人生脚步而大大的点赞。好，简短的介绍完金姐之后，让我们回到影片最初的那个话题，就是她在舞台上打开的那一面彩虹旗。面对这么小小的一个几分钟的动作，居然呈现出了2副面孔，2种说法。据现场看过这场演出的观众的表述是，在演出结束的时候，金星姐登上舞台，大家都非常的沸腾。那么有一个观众拿起了自己的彩虹旗，金姐也非常热情洋溢的去接了这个彩虹旗，帮助这个性少数群体的呼吁人士展开了这个光荣而美丽的旗帜。第2种说法是，这件事情引发了社会的巨大争议之后，金星自己发微博解释了这件事情，仿佛和观众评说的有点不太一样。我金星，清者自清，敢做敢当。今年1月13号，在太原大剧院舞台剧日出演出结束后谢幕时，一位男子手举旗帜，喊着口号拥到舞台前，引起了观众的注意和骚动。我及时上演抢过旗子，安抚了现场观众的情绪，然后把旗子扔到身后，带着演员完成了谢幕。去看完整视频，不要断章取义。事后，各级管理部门对此事进行了详细严肃的调查和了解，并给出了公允的结论。接下来，我们在全国巡演的艺术活动都正常进行着，没有受到任何拒审和阻碍。这次广州演出报批文件的拒收，才使我发起了询问。整个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也是并不屑任何网络上的乱带节奏与混淆视听。面对金姐的这一番解释，坦白讲，作为性少数群体的我，听完以后有点不是滋味。我的感想就是，金姐，你真的很勇敢，尤其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你作为一个性少数群体的代表人物、名嘴、明星、大 V， 你敢站在舞台替我们少数群体发声，我们深深的感恩你，感谢你。我们想为你鼓掌，我们想为你点赞。但是，现在舆论起来了之后，您却把这件事情描述成您是被迫的、不得已而为之的。那你的心理初衷和我们看到的这段感动的画面，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啊。当然，金姐，我此刻能够理解你的处境，因为你毕竟生活在中国大陆，你的事业、你的团队都要继续生存。即便性格再刚烈，面对如此的四面楚歌之状，你恐怕也要不得不低头。于是乎，你想把这件事情往外面推一推，就是哪怕当天1月份，您真的是真心实意的要为 LGBT 发声，但是现在这件事情已经给你带来了不良的影响，甚至直接导致了你们演出的停摆。那你为了让中共给你一个台阶下，于是乎你退了一步，告诉政府，告诉全国的网暴人民，我没那个意思，是那个观众要弄彩虹旗，我只是接过来抚平一下大家的情绪。我相信，我善意的相信，金姐，您此刻是迫于无奈，不得不这样解释的，对吗？OK， 听到这儿以后，可能很多并不关注此事的人会有一个时间点上的疑问，就是说，叔啊，您陈述的这个金星举旗的时间，它是2024年的1月份的太原。那么，金星为什么这件事情的公关危机却发生在了10月份，中间隔了足足9个月呢？这也就来到了本案的华彩部分。因为在今年的10月22号，金星小姐发了一条这样的微博，炮轰广州文旅局。广州市文旅局审批处处长宋淑琴女士您好，我是金星，上海金星舞蹈团和火星戏剧社的艺术总监。
我获悉12月份即将在广州大剧院上演由我自导自演的曹禺先生的名著舞台剧《日出》，由于您个人的原因拒绝审批我们的演出申请，请您给出真实的拒绝审批理由，并出示上级部门的红头文件，否则请您不要公权私用。我相信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同一个政策管理下，为什么已经在全国各地巡演4年之久，并受到广大观众喜爱的剧场演出，到您这儿就拒绝审批通过？请给予回复，谢谢。看完了金星的这段微博控诉之后，我们先总结几个重点。第一，金星小姐和她的剧团已经不能再演出她的经典保留剧目《日出》了。而《日出》这个剧目在此之前已经演了足足4年的时间，在全国巡回，畅通无阻。那么金星认为是广州文旅局其中的一位领导叫宋淑琴对她个人有所刁难。那么问题来了，广州文旅局的领导宋淑琴女士，她到底有没有刁难金星呢？她不让金星舞蹈团的剧目演出，到底是因为这个剧目不符合国家的审批规定，还是因为她公报私仇？就是因为看金星不爽，导致要卡扣金星以及她演出团队的脖子。那么有一点可以确定，金星自己在评论里面也曾经回复过，她与宋淑琴女士并不认识。那我们首先可以排除一个疑点，就是他们2个人并没有私仇。那么没有私仇，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宋淑琴女士是一个对于少数性群体带有歧视色彩的人，那么她作为广州文旅局的领导，就故意不给这样的人创办的舞台剧通行证。好，那我们看一下《现代快报》的记者对涉事双方后续的采访追踪调查得到的结果是什么？10月22日上午，上海金星舞蹈团艺术总监、舞蹈家金星一则贴文迅速引发网络关注。他声称，由于广州市文旅局审批处宋姓领导个人原因，导致其12月份即将在广州大剧院上演的名著舞台剧《日出》无法获得演出申请。10月23日，现代快报记者就此事先后致电联系了涉事双方。广州文旅局工作人员表示，审批工作并非领导一个人能够决定，因此不可能由于个人原因拒绝话剧演出申请。同时，依其理解和既往经验，演出申请只要报送材料合格齐全就能够通过。因此，金星团队的话剧演出申请遭拒，可能是存在报送材料不齐全等情况。同日上午，火星戏剧社的工作人员回应现代快报记者称，他们目前也不了解引出申请遭拒的具体原因，在跟进了解当中。广州文旅局方面也未给出书面说明。各位观众，看完广州文旅局发出来这样的解释和澄清，请问您心中的疑惑真的消除了吗？他们反复强调，审批一个节目需要一个集体的决议，而不是某位领导个人可以决定的。那么这样的陈述确实可以把宋淑琴女士给摘出去，证明她绝对不是因为个人恩怨和个人眼光才使得金星的演出不能正常登台的。但是你倒给一个答案告诉社会大众，那你是因为什么不让人家登台的呢？那不是个人原因，恐怕就是集体的决定喽。那作为一个组织，广州文旅局，你为啥不给金星已经演出了4年的舞台剧发放通行证呢？如果说这个剧目不符合规章制度，或者犯了什么毛病，那它为什么能够在全国巡演4年呢？而且12月份即将在广州演出，这本来也是已经原定的事情，为什么忽然间就不能够审批通过了呢？广州文旅局至今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金星到底犯了什么错？金星如果缺乏手续和报备，到底它缺的是什么手续？于是乎，这件事情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就陷入了一种罗生门的状态。金星认为，就是这个叫宋淑琴的领导看他个人不爽，给他设置障碍。而广州文旅局和很多支持广州文旅局的中国网友则表达，金星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利用自己名人和网络流量这样的优势，对一个公务员宋淑琴女士进行人格侮辱，甚至是网络暴力的开展，这是不道德的。首先，金姐是有责任的，
金姐，就是你指责这位叫宋淑琴的领导是因为个人的原因使得你的演出不能进行，请问你的证据是什么？你可以拿出你们的对话记录、聊天记录、语音记录，你也可以举例过往你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恩怨情仇，在什么事件上就结下了梁子，他个人要跟你过不去，你拿不出来任何的证据。但是你拿不出来任何证据，却直接公布了他的完整姓名和职业地位，导致于说他可能在未来的职业生涯或者是社会生活之中遭受到很大的不便，或者是经济精神双重损失。那么我们反观广州文旅局，广州文旅局里面也包括了他的领导宋淑琴女士。你对于公共媒体的记者访问，我觉得你应该拿出一个确凿的合理合法的证据。如果你真的腰杆那么硬，你应该有种去告诉社会公共大众，金星他到底哪里错了，他缺什么，而你也没有。显然广州文旅局你们也在含糊其辞。那么就在这个双方各有委屈又都应该各打30大板的时候，舆论开始发酵了，就有人把今年1月份金星在山西省太原市登台高举彩虹旗的这个东西给它翻了出来。不仅仅把这个视频翻了出来，还把金星一系列跟 LGBT 有关的视频全都给翻了出来。其中最著名的一段就是这段金星给美国驻广州使领馆举办的文化活动送上了深深的祝福，而这个文化活动正好和 LGBT 有关系。大家好，我是金星，在这里我首先祝广州 LGBTQI+ 电影节圆满成功。其实啊，在全世界无论哪个国家，无论哪个社会环境， LGBT 一直是个很敏感，让大家都很紧张的这么一个话题。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呢，更多的少数族群走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来，包括异性恋、同性恋、跨性别者，各个方面都在为自己的存在寻找的合适的地位和角度。其实我个人来讲呢，无论什么样的选择，都是源于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态度的选择。所以说，很多在不被社会群体所理解、所接纳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像这个我们电影节主题一样 ，Love is love。爱就是爱，不要把太多的其他的社会因素放到里边去，而且给更多的空间和包容性，使所有的少数群体在他们找到自己的合适准确的位置的时候，同时能为人类和社会做出自己应做的贡献出来，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的态度。所以作为一个跨性别者，在这里希望所有人把爱放在最前边， Love is love， 把爱和你个人的偏见给分开。当你对一个群体不太了解、不理解的时候，没问题，退一步，给你自己点时间，给对方一点空间，这是一个良性社会的一个运转模式，而并不是恶意的揣摩、揣测，乃至诽谤、污蔑，甚至攻击，这都是不可取的。当你理解笑纳了以后，哪怕是一个微笑，都是对少数族群的最大的支持。再次祝广州 LGBTQI+ 电影节圆满成功，让人们心有所爱，永远记住，爱就是爱。看完了这个视频之后，可能很多海外的观众朋友们会觉得说，这也没什么呀，这蛮正常的。可远远不止这些，内地网友们对金星小姐的言论扒皮展开了一系列，其中包括了金星力挺铁链女事件，金星力挺以色列事件，金星在俄乌战争爆发初期的时候反对普京、反对俄罗斯，力挺乌克兰，呼吁世界和平的事件。那么这些关于金星过往言论的大汇总，以大礼包的形式再一次被集体的端到了互联网的风口浪尖上，金星就真的身陷囹圄了。他遭遇了滔天巨浪的网暴，而且有很多人就开始把金星的行为引到了一个在中国大陆极其危险的对立面上。让我们来听一听很多中国大陆网友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样评价的。金星演出谢幕，展示爱与性别无关的彩虹旗，你会支持吗？广州文旅若据此拒批金星广州站演出，你又会支持吗？今年1月，金星太原演出谢幕时，因宣扬同性别、跨性别的 LGBT 行为而引发网友热议。尽管目前法律对此类人群及行为没有明确规定和限制，但我国是不认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同时也不提倡公众场所大肆宣扬变性、同性等非主流文化。
民法典第8条有个兜底条款，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看完了这些视频之后，请问你有什么感受？身在自由世界的你，是否一头雾水，甚至心里一阵悲凉？面对群情激愤的中国网民，我相信我和所有这个世界上具备普世价值观的善良人都想发出一个灵魂的拷问，就是在这件事情之中，金星到底做错了什么？金星的原罪是什么？就即便是他面对了不能演出这种打压的时候，公布了一个领导的身份信息，那么金星为什么被打压？这个理由有人给世界一个交代吗？至今都没有。但是我们心中却都已经有了一个非常透彻清晰的答案。虽然那个答案可能官方政府永远都不会以书面文章的形式写出来发出来，但是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广大网民全社会对于金星这次事件的口诛笔伐主要集结在哪2个方向。第一个就是金星身为一个公众人物，金星身为一个性少数群体的变性人，他不应该在公共场合去宣传 LGBT， 不应该举彩虹旗，因为这会教坏小孩，这会误导未成年人。说到误导未成年人，要扣这顶大帽子给我们，叔就必须又得点起一根香烟。作为中国同志文化从地下浮出水面的极具代表性的一个社会符号式的老同志，我他妈有千言万语啊！我的前半辈子基本上每天都有人这样骂我，我有错，他们把那件事情变本加厉的无限放大，上纲上线；我没有错，他们就会说我，你的存在就是误导未成年人。在我很小的时候，15岁，第一个给我扣这顶帽子的人就是我们学校的主任，也就是因为这顶帽子，我们学校就把我给停课了，逼迫我必须转学，一天都不能留在这里。那我犯了什么大罪呢？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住校的，我们宿舍里有8个人，小孩子回到宿舍，有的时候就会听音乐。那么我当时就听了一首欧美的舞曲，至于说是哪一首歌曲我都忘了，总之是一首非常火辣、热情奔放的很 sexy 的歌曲。那么当这首歌的旋律从我们的随身听里发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舞动了自己的关节，于是乎我就站在学校宿舍的地中间跳起了舞蹈。在我跳舞的时候，其他宿舍的人就都围观到了我们宿舍的门口，认为我很放，认为我很敢，居然在模仿欧美明星跳舞。正当同学们都在围观我跳舞的时候，我们的训导主任就站在了门口。我吓得呀，就赶紧把随身听关了，不敢再听那首英文舞曲了，也不敢再跳了，大家也不敢再笑了，鼓掌的人也不敢再鼓掌了，都灰溜溜的跑回到自己的宿舍里面去，赶紧乖乖睡觉。我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结果隔天我们的副校长和我们的训导主任就把我爸叫到学校来了，理由是你的儿子在学校里面公然的跳艳舞。大家听听这个帽子啊，我只有15岁啊，哎，我听了一首美国歌曲，哎，在学校宿舍里面跳一段，我这就叫跳艳舞。我当时都不知道什么叫艳舞，我穿着衣服跳的，我可没脱啊。说我这样的人如果再留在学校里面，就是害群之马，会把其他的同学都给带坏，会误导未成年人，必须离开这个学校，马上停课。这件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早就释怀了。我甚至认为这就是我们这一类人，我们这一代人必须与时代抗争所付出的一些代价。
可让我悲哀的是，20几年过去了，足足20几年过去了，性少数群体会误导未成年这个帽子，居然在一个土地上依然会被当成政治正确扣在每一个个体生命的身上。你是一个同性恋，你就会教坏其他的小朋友。那我就想问问你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异性恋为主的社会里边几千年，那他为什么没有把我们教成异性恋呢？爱是人性的一种本能释放，无论是释放给哪个角色，他都没有错。他怎么能够互相传染呢？他也不是一种疾病。如果你总说我们同性恋可以把未成年人带坏，那你把我们同性恋人到底当成什么？你尊重过我们吗？男人跟女人谈恋爱就是光荣、伟大、正确。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谈恋爱就会带坏未成年人。你把我们当成新冠病毒了是吗？所以你无时无刻都要安着一颗把我们这群人清零的野心，对不对？我从小到大先天是一个同性恋者，我有没有控诉过异性恋？你们带坏我，你们企图把我教成异性恋，我从来没有控诉过，甚至我尊重你们。那为什么你们就要视我们这种人为洪水猛兽呢？且不说性取向是天生的，就算是有一些人看到了一些不同的性选择者，他深受启发，选择站出来做自己，那有错吗？因为无论做一个同性恋还是做一个异性恋，都是一个人平等自由的选择。你为什么要从根儿上去杜绝别人做这种选择呢？难道一个未成年人就必须心里有根深蒂固的意念，我长大了要娶老婆生孩子组织家庭？那难道他从小看到了不一样的精彩人生，他觉得说我长大了要像你们一样活，这有错吗？这不可以吗？这就叫教坏小孩吗？教坏。看来在中共眼中，在很多中国大陆人的眼中， LGBT 等同于坏人。你这种原罪扣下去，大家还有活路吗？今天这顶大帽子又扣到了金星女士的头上，使得一向敢怼天怼地的金星女士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也不得不含糊其辞，左右闪躲。可见她的内心也害怕了。第二重对金星女士的抨击，就是彻底的政治化。金星作为一个变性人，一向言论出位，深受西方思想所影响，每天在中国宣传这种带有美国普世价值观的东西，也就是 LGBT。 他表面是为了尊重和平权，实际上他其心可诛，他就是和西方的反动势力互相勾结。你看，他就跟美国广州使领馆进行了暗通款曲的互动啊，他跟美国势力有勾结呀。也正是因为他跟美国势力有勾结，所以他才反战。你看，他反对普京，他居然支持乌克兰，他呼吁世界和平，什么意思？我们中共是俄爹的亲儿子，你在中共的互联网平台上敢支持乌克兰，敢反俄爹，你金星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吧？我们中共是世界上所有恐怖组织背后真正的金主钱袋子，你居然敢挺以色列？你不知道吗？哈马斯恐怖组织的头目在中国都被当成英雄追忆追疯了，你敢支持铁链女？你他妈也不想想，是谁给中国万千的拐卖女性上了那个永远打不开的枷锁？你反铁链女，你是反谁呢？你打狗不看看主人呢？拐卖女性的人叫做人贩子，但是人贩子背后的腰杆是谁？那可是中国政府的层层官员。今天出了点事儿，你在这块大放厥词，你等着金星，我们有一天找到了你的把柄，必得砸碎你的金星饭碗不可。机会现在就来了。你金星大姐到底是违了哪条法，犯了哪条规？对不起，我们政府部门没有义务告诉你，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这些年你左一出右一出的发表了多少平权言论？你说了多少西方自由言论？你天天倡导普世价值观，难道你心里没数？你为什么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吗？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是与西方所有自由文明为敌的世界。你敢宣扬他们宣传的那套东西？今天你倒大霉，一点儿都不意外。你还想像一个铁娘子一样跟我们死磕是吧？好，我们习主席曾经有一句名人名言：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啊，今后拉清单，这都得应验的。今天就是我们中共宣传体制对你进行拉清单的时候。第三重攻击来自于非常多自诩正义的普罗大众，他们攻击的方式就是抹黑扣帽子、泼脏水，也是屡见不鲜。他们往往的说辞是这样的：同性恋群体就喜欢滥交，同性恋群体是艾滋病的主流传播者。我就是恶心，我有没有这个权利恶心同性恋？同性恋有他搞基的自由，那我有没有恶心同性恋的自由呢？ OK， 你有，我认为你有，我是发自内心的，我可不是跟你抬杠。但是我想说一件事情：第一，人的身体是属于自己的。一个成年人怎样使用自己的身体去完成性的满足，我觉得无论是直男、是女人还是同性恋，都无可厚非。我们不应该用这种道德枷锁去禁锢任何一个人，包括同性恋。第二，如果你认为同性恋的某些性活动是违反法律法规的，那么你应该去举报，你应该去申诉，你应该针对具体做这些事情的人提出你的抗议。你不应该辐射到每一个人身上去。就像这个社会也有很多聚众淫乱的男女，但是我不能骂天下男女。就像有很多老人蛮不讲理、倚老卖老，经常在公共场合上大放厥词、耍无赖，所以人们说不是人变老了，是坏人变老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老人中有很多这种所谓蛮不讲理、素质低的坏人，就把全国老人的养老金都停止发放，对吗？你对个体现象的不满，不是你对群体权益打击的理由，你懂吗？就是你可以污蔑我，你可以说你看我不爽，但是你不要因为看我不爽而对整个 LGBT 群体进行权益上的打压。第一，我没有资格代表他们；第二， LGBT 群体作为一个社会上必须存在、天然存在也理应存在的群体，它就是应该和每个人享受一样的社会权益。至于说个体的人如果犯错犯罪，我们可以给个体的人进行追究，而不分青红皂白的群体打压。这是什么？这就是泯灭人权啊！如果你告诉我，你如此泯灭人伦，说这些难听话，把脏水和污名一次一次地丢在我们身上，是为了更多青少年的茁壮成长，是为了让祖国更多的花朵看不到我们这些污秽的人，是为了你心中的正能量，是为了保住党国的生育率，是要跟西方腐烂的资产阶级思想作对。那套所谓叫普世价值观的东西不适合我们中国，更不适合我们中国人。那么，所有有这样偏激思想的大陆同胞，我想给你们看一个视频。你好，我是赖清德。台湾同志游行，你想好要穿什么上街了吗？变装皇后蔷薇说：“美丽是我们的责任。”我也要说，骄傲是每一位同志的权利。去年我参加游行时，大家的自信、美丽与热情让我印象深刻。今年因为行程和维安考量，我没办法参加，但我想要邀请大家一起加入游行。今年游行的主题是迈向共荣、交织共生，政府也会持续努力落实性别平等，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共生共荣，不需要畏惧他人的眼光，活出骄傲的自己。我也要跟大家预告，
萧美琴副总统也会参加游行，并走红色大队路线。有遇到美琴的朋友，欢迎加入我们，并且热情跟我们打招呼哦。最后祝福活动圆满顺利，谢谢大家。